大师兄，师尊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师尊是一个绝世，看这架势，难道是位绝世高人？绝世美人。有这么形容自己师尊的吗？除了长得好看呢？除了长得好看，身材好。师兄，赤之一脉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破山门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就是我的洞府。这也叫洞府？这怕不是猪圈吧？师尊呢？我要不要先去拜见一下师尊？师尊住在山顶的宫殿上。哇，这才是修仙宗门该有的排场嘛！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师尊不在家？在家，但是山脚到山顶有禁制。师尊曾言，不踏入金丹，不许上山顶见他。金丹境，炼气到金丹，不得修到猴年马月？师尊为何定下如此苛刻的要求？师尊可能是怕看见我。看出来了，难道要我给你颁个奖吗？师兄，我懂了，这一定是师尊对我们的考验，我一定会努力修炼到金丹境的。院子里有茂草，还有一些烂木头，你自己动手盖个茅屋将就住吧。我堂堂修仙世家大小姐，住个房子还要自己盖？盖房的活你得靠自己，我要继续清修了。唉，真是造孽呀！师兄，你这是在清修吗？当然。可师兄，你明明睡了一下午，不用修炼吗？我现在就在修炼。睡觉也能修炼？师兄，你是赤之一脉，你的寄托是什么？睡觉。吃睡？师兄，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大修士光靠睡觉就能修炼的。喏，今天你不就见着了？师兄，我们青竹峰的修炼功法可否传授于我？功法有毒，不宜修炼。我不介意，请传授于我吧。这是半部大梦通天诀，前面是原功法，后面是改的，还没改完呢。大师兄，功法不能胡乱修改，容易走火入魔的。你真的以为照着功法修炼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？哼，真是不可理喻。苏锦儿，你是来修仙的，不是来享福的人。你是新来的？本姑娘是青竹峰新入门弟子苏锦儿，你是哪个山头的？我叫王长生，也是青竹峰的。青竹峰还有别人？师兄怎么没跟我提过？大师兄一天睡12个时辰，能记得跟你说才怪。咱既然是吃之一脉，那师兄你是主修的什么？种地。什么？种地。一个靠睡觉修炼，一个靠种地修炼，这青竹峰到底收的什么人？你要是没吃早饭，后山第3块田里的萝卜熟了，自己拔。桶忘灌水了。这萝卜有灵气，这灵气浓度比我家祖传的培元丹还猛。二师兄，
你这在给地施肥？嗯，用灵力施肥？不然呢？用大粪啊。这个大师兄到底什么来头？师兄，你这功法后半段没写完，第7层之后只有批注没有正文。第7层之后我还没想好怎么改。那我先按原版练。原版练到第7层会炸经脉。我去！我说了，功法有毒。那我练到第6层就停。你什么体质？天灵根，3系并修，冰、雷、风。你确定是3系？家族测试过的，错不了。我爹专门请了鉴灵师。你体内第4条经脉是封住的。什么？被人封的，手法很老练。什么叫被人封的？不知道，封得太死了，看不出来。你要想知道，等到了金丹界再去问师尊。是谁？为什么要封？爹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哟，青竹峰的，今年居然真收人了。你是哪个封的？落霞峰，陈宇，我们峰主是宗门长老之一。听说青竹峰的大师兄炼气巅峰待了3年了，连筑基都没突破。别这么说，人家青竹峰也是宗门正统一脉，只不过这些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弟子罢了。小师妹，你是哪家出身？看你气质不像普通人。临川苏家。苏家的大小姐怎么跑青竹峰来了？师尊亲自点名收的。那倒是你的福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下个月宗门有一场新弟子比试，各峰都要派人参加。你们青竹峰打算派谁上？比试？对，炼气期的弟子参加，赢了的峰可以多1成宗门资源。你们青竹峰去年好像弃权了。去年不是弃权，是压根儿没人来。前年也是。今年我们是不会弃权的。那我等着看。师兄，下个月宗门新弟子比试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为什么？炼气期的比试，我参加算欺负人。你不是炼气巅峰3年没突破吗？二师兄，宗门比试的事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去不去？不去，我那天要收白菜。收白菜比宗门比试重要。那批白菜我养了3个月灵气，错过收获期灵气会散。那青竹峰就我一个人去。你才入门几天，炼气几层了？炼气2层。落霞峰那帮人最低炼气5层，陈宇好像快7层了。给你个建议，吃蔬菜。这算什么建议？后山田里有一种灵葱，吃了以后经脉会暂时扩张，配合大梦通天诀的呼吸法，一晚上能顶别人3天的修炼。真的？不过特别辣，你忍着点儿。辣死了！哇，别说，还真管用。眼睛怎么了？灵葱太辣了。我说了忍着点儿，不是让你一次吃完了。一碟不是一次的量，那我现在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？大概3天内，打嗝会喷火。你看我没说错吧？吃灵葱了？吃了多少？1盘。你没告诉他一次只能吃1根。我说了让他忍着点儿。那是忍的问题吗？就是经脉扩张过度了，得缓2天。这2天别修炼，也别运气。那比试？急什么？还有20多天。可我才炼气4层。你昨晚从2层到4层。那条封住的经脉松动了一点。以后打嗝之前给个信号。苏师妹，来借书。查点资料。对了，比试的事儿想好了吗？要是人手不够，可以弃权的，不丢人。我说了，今年不会弃权。炼气4层去比试，真是笑死个人。你是青竹峰的苏锦儿，你是落日峰周妙音。你别紧张，我就是好奇过来问问。好奇什么？你们青竹峰那个大师兄真的3年没突破筑基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不对劲。3年前内门比试，你那个大师兄出过1次手，那次他对上的是落霞峰的首席弟子，
筑基3层。结果呢？你师兄站在原地没动，对面自己晕了。裁判都没看清怎么回事。后来宗门说是那个弟子自身灵气紊乱才倒的。自身灵气紊乱，官方说法是这样，但我师姐当时在场，她说秦风就打了个哈欠，打哈欠，打完哈欠，对面就倒了。然后你师兄说困了要回去睡觉，从那以后再也没参加过任何比试。所以大师兄根本就不是炼气巅峰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提醒你一句，你们青竹峰的大师兄可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回来了，吃饭。师兄，听说3年前的内门比试，谁跟你说的？落日峰的一个师姐，她说你打了个哈欠就赢了。没赢，官方判的平局。可对方倒了，你没倒。我也差点倒了，困的。师兄，你到底什么修为？炼气巅峰。真的？真的，只不过我炼气巅峰和别人的炼气巅峰不太一样。吃完饭早点睡。师兄要教我。明天我教你一套步法，比试的时候用得上。你打不过他们，但如果打不中你，他们也赢不了。二师兄，大师兄说的步法。别问我，他的东西我学不来。为什么？他那套路数我可学不会，我脑子不够用，我只会种地。师兄。按着圈走。这就完了？这叫什么步法？没名字，非要叫，就叫随便走走。尊师重道，尊师重道。下一步呢？闭眼，左脚踩第2个圈，右脚踩第4条，别用眼睛看，用脚后跟去感觉。大师兄这套步法，我当年练过，摔断了2根肋骨。重心放低，别用脑子想，顺着经脉里灵气流动的方向走。太惨了，比我当年还惨。你看好了。看懂了吗？我的白菜。师兄，这步法能解开我的封印。解不开，顶多让你跑得快点。那你为什么要教我这个？因为你太弱了，被人打死的话，师尊出关会骂我的。二师兄，你那儿还有灵葱吗？你想干嘛？比试前吃那玩意儿？你想在擂台上喷火烧人？我要修炼，我要在比试前把这套步法练到本能反应。快看，青竹峰的人来了！苏师妹还真敢来呀！炼气4层，勇气可嘉。落霞峰赵岩，炼气6层赵岩。苏师妹刀剑无眼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废话真多。几号擂台？3号，走着瞧。师兄，大师兄睡着了，你别吵他。那个赵岩是落霞峰有名的莽夫，力气大，脑子笨。你用那套步法耗死他。比试开始！吓傻了吧？连躲都不知道躲。不可能，我明明锁定了他的气息。这是什么身法？看着像喝醉了，但步步踩在阵法节点上。青竹峰那个老家伙还有这种压箱底的绝学？你只会躲吗？糟了，昨晚的灵葱药效还没过。胜负已分，青竹峰苏锦儿胜。承让。
压压火。我赢了，炼气4层打赢了炼气6层。废物！陈师兄，这丫头步伐太邪门了，下一场要不要我上去会会她？下一场我亲自上，我要让她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那些旁门左道都是笑话。下一场，青竹峰苏锦儿对战落霞峰陈宇。陈宇炼气7层巅峰，半只脚踏进筑基了，这回他死定了。落霞剑法第3层，剑气外放，步伐再快也没用。二师兄，我去就回。小心点，那小子身上带了护身法器。苏师妹，我得承认，你刚才的表现很出彩，但游戏到此为止了。请赐教。落霞峰陈宇，请。好快！怎么不躲了？你的步伐呢？他的剑气外放覆盖了整个擂台，步伐根本施展不开。陈师兄威武，给那丫头点颜色看看。这套落霞剑法已有老夫当年3分火候，那丫头撑不过10招。结束了。大师兄，小师妹的封印漏了。这股力量太庞大了，经脉快承受不住了。原来你还藏了一手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客气了。2阶烈炎符，陈宇疯了吗？对付炼气4层用2阶符箓，这是要下死手。是谁暗中出手？风沙真大，鼻子痒。大师兄，你这喷嚏打得挺准。师兄，说了让你别动脑子，封印松了，灵气反噬了吧？他赢了，对吧？青竹峰，苏锦儿胜。等等，秦风，刚才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陈师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一个炼气巅峰，怎么可能打断陈宇的剑？你当我是瞎子吗？除了你，这里还有谁帮青竹峰？陈宇的剑质量不好吧？建议陈师叔下次买法器，别去地摊上淘。这是什么？只要我碰下去，我会死。陈师叔，让让，我困了，要回去睡觉。什么味儿？韭菜！行了，过来换药。这韭菜膏是后山野生的，止血有奇效，就是味儿冲了点儿。师兄，秦风，没规矩。今天在擂台上那声喷嚏是你打的吧？风大，你别装了。落霞峰峰主拦你的时候，我虽然晕过去了，但我还有意识。我察觉到了你身上的气息，那根本不是炼气期该有的气息。你这丫头好奇心太重，活不长的。我只想知道真相，我体内那条被封印的经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青竹峰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？你爹把你送到青竹峰的时候，没跟你说吗？说什么？临川苏家祖上出过一位大层期修士，那位修士是变异冰灵根，但这血脉太霸道，经脉承受不住那种极寒之力，活不过10岁。所以你爹请了高人，封印了你那条觉醒了冰灵根的经脉，对外宣称你是风雷双系。他把你送到凌云宗，是因为师尊欠他一个人情。等你到了金丹期，经脉足够强韧的时候，亲自出手帮你解开封印。原来那些关于我天赋异禀的夸赞都是假的，我其实是个随时会死的半残废。今天你用了那套步法，导致封印松动，我帮你压回去了。但在你结丹之前，别再用那套步法，再来一次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结丹？你轻点儿！有大师兄在，死不了。不过今天算是把落霞峰得罪死了，以后在宗门里
你走路最好绕着他们走。我不怕，大不了我以后都在青竹峰修炼，不出门。你想得美！明天开始，你去落日峰的灵矿挖矿。挖矿？为什么？你撞坏了院子的篱笆一笔，压坏了二师弟的白菜一笔，烧了赵岩的衣服又一笔。青竹峰没钱赔，你去挖矿还债。我是苏家大小姐，我写封信回家，要多少零食没有？家里的钱是家里的，在这里欠债牢地偿。明天卯时出发，二师弟监督他。好嘞。二师兄、大师兄到底是什么修为？他今天连手都没动，就废了陈宇的剑，这绝不是练气气能做到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5年前我刚上山的时候，大师兄就是炼气巅峰，有几个魔修潜入凌云宗，摸到了青竹峰。然后呢？然后大师兄嫌他们吵着他睡觉，那几个魔修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就变成了后山竹林里的肥料。那年竹子长得特别好，翻了个身就灭了几个魔修。别去探究大师兄的秘密，在青竹峰活下去的唯一法则就是别打扰他睡觉。进去吧，苏大小姐，每天交足10块下品灵石就能回去休息了。秦风，你个混蛋！这字迹是秦风刻的。这是上品水系灵石，这一块抵得上几千块下品灵石。这根本不是惩罚，他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找了一条积累修炼资源的捷径。口是心非的家伙！怎么回事？矿洞要塌了，快跑！麻烦大了！这丫头怎么走到哪儿都能惹麻烦？长生在呢，大师兄。去落日峰，带上你的锄头，咱们去挖蛇胆泡酒喝。好嘞。3阶妖兽相当于筑基后期，我一个炼气4层，跑不掉也打不过。秦风，你个骗子！说什么挖矿还债，这明明是送命！这声音像是有人在上面锄地。这虫子长得真肥。二师兄，你再晚来一步，就只能从蛇肚子里把我挖出来了。长生，动作快点儿，蛇胆离了身，药效就散了。好嘞。苏土，除草。这地太硬，得深翻。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3阶妖兽就这么被当成地里的太骸收拾了。二师兄，你这除法叫什么名字？没名字，平时翻地练出来的，熟能生巧。熟能生巧，翻地翻出来的除法能碎3阶妖兽的鳞片。成色不错，泡上3个月，冬天喝正好。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左3右2那块石头。那是我挖出来的，说好抵债的。你欠的债，1块下品灵石1天，这块上品水系灵石够你挖一辈子了。交出来，算你还清。长生，拿去给后山那片水稻田布个聚灵阵，最近天旱。暴殄天物，上品灵石拿去种地，这青竹峰的人脑子都有病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李长老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们落日峰的矿洞安全措施做得太差了，3阶妖兽都在里面安家了，你们居然毫无察觉。我师妹今天在你们这儿挖矿，受了严重的惊吓，精神受到了极大创伤。这笔账怎么算？秦师侄，这妖兽既然已经被你们解决了，尸体我们落日峰收走，就当是归你们那是自然，但精神损失费另算。我也不多要，后山那片灵药园，让长生去挑几株草药，不过分吧？这青竹峰的人邪门的很。行，挑3株，不能再多了。走了，回峰吃午饭。这破落的青竹峰好像也没那么不堪，至少这2个人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、爱地里落井下石的名门正派弟子顺眼得多。陈宇那一剑的剑气还没散尽，更麻烦的是，那条被封印的冰灵根经脉又开始躁动了。喝了。这是什么？黑水玄蛇的胆汁，加了点凝血草和七叶莲，专治内伤和灵气郁结。不喝拉倒。炼气5层巅峰，只差1线就能突破6层，既疗伤又破镜，还能加固封印。临川苏家最顶级的培元丹都做不到这种程度。大师兄，这酒……别多想，蛇胆太腥，顺手加了点草药去味而已。困了，晚饭别叫我。二师兄，咱们青竹峰到底传承了多少年？不知道。师傅说，青竹峰的规矩就是没规矩，能活下来就行。这算什么规矩？陈峰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我们青竹峰的门可经不起您这么踹。没大没小的丫头，秦风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。把黑水玄蛇的蛇胆交出来。蛇胆，那是我和二师兄在矿洞里拼死杀的妖兽，凭什么给你？苏锦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那条黑水玄蛇是我们落霞峰早年放养在矿洞深处用来试炼的，你们青竹峰把蛇杀了，还敢私吞蛇胆？放养？3阶妖兽放在普通弟子挖矿的地方。陈宇，你落霞峰的脸皮比那蛇鳞还厚。放肆！陈师叔，你踩坏我刚种的蒜苗了，那是我准备过冬吃的。滚开！除草。陈师叔，这蒜苗算你2块下品灵石，不过分吧？一个炼气期的弟子，毫发无伤接下我金丹期的一击，这青竹峰到底藏着什么怪物？好吵。陈师叔，你打扰我睡觉了。秦风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今日之事，你必须给我落霞峰一个交代。交出蛇胆，让你师妹磕头认错，这事儿就算结了。陈师叔，咱们讲点道理。你刚才说那条黑水玄蛇是你们落霞峰养？正是。有宗门灵兽阁的登记烙印吗？那是暗中放养，自然没有烙印。哦，那叫他名字，他答应吗？秦风，你少胡搅蛮缠，妖兽怎么可能听懂人话？既然没烙印，也不听话，陈师叔凭什么说那是你们养的？凭你们落霞峰的人脸大。你退一万步讲，就算那条长虫是你们养的，他擅自跑到落日峰矿洞搞破坏，导致矿洞塌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袭击了我正在勤工俭学的师妹。好疼！既然是你们养的宠物闯了祸，赔偿自然该由落霞峰承担。矿洞回出费、误工费、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零头抹了，算你1万下品灵石，给钱吧。明明是他们杀蛇抢内丹，怎么到头来变成我落霞峰要赔钱了？庶子狂妄！
今日我便替你师尊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放！元婴期，绝对是元婴期以上。这青竹峰那位，竟恐怖如斯。陈师叔，我师尊脾气不太好，他老人家睡觉的时候最讨厌别人在山下大呼小叫。1万下品灵石，少1块，今天落霞峰的人就留在青竹峰挑大粪吧。我们走。大师兄，师尊他老人家好强！叔叔，少没少？1万块，1块没少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魔气，陈长河的灵力里有魔气，那条玄蟒也是用沾染魔气的诱饵催化出的变异种。魔修的触手已经悄无声息地伸进了青云宗内门。天生变异冰灵根，在魔修眼里，这种体质是炼制极品炉鼎、突破瓶颈的无上至宝。一旦封印解开，或者体质暴露，整个青竹峰都会成为众矢之的，麻烦找上门了。长生，在呢，大师兄。明天开始，把院子周围那几块荒地全翻一遍，种点带刺的东西。种荆棘藤行吗？长得快，扎人也疼。不够，去后山库房，把师尊当年留下的雷火藤种子翻出来，种上，顺便把茅坑挖深点。啊，好嘞。大师兄，种雷火藤干嘛？那东西一碰就炸，我们自己进出也不方便啊。防贼。这破地方，除了落霞峰那帮瞎了眼的，谁稀罕来偷东西？禀报大人，玄蛇已死，内丹被青竹峰的人取走了。玄蛇死了，内丹被青竹峰的人拿走了。无妨，去查查那个叫苏锦儿的丫头，我闻到了极寒血脉的味道。二师兄，歇会儿，本小姐今天请客，去凌云坊市采购。咱们青竹峰这破地方，连个像样的聚灵阵都没有，我要买最好的阵盘，再给你换把没生锈的锄头。锄头不用换，这把用习惯了。不过去坊市也行，后山领土地力跟不上了，我得买2车3阶铁甲稀的粪便，那玩意儿肥力大，种出来的白菜水灵。去坊市，顺道帮我买个新枕头，要软一点的，瓷的硌后脑勺。买最贵的灵玉丝绒枕，今天全场消费，本小姐买单。就这家了。掌柜，那件冰蚕丝甲拿下来我看看。姑娘好眼力，此甲乃极北100年冰蚕吐丝织就，能抵御筑基期以下全力一击，还能温养经脉。包起来。这件丝甲我要了。凡事讲个先来后到。青竹峰的苏锦儿，听说你昨天出了风头，不过这上品防御法器要价3000灵石，你们那个穷窝拿得出来？我系功法太刚猛，经脉火毒积压，靠阴寒丹药压制，阴阳失调，后果全堆在下刀。又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。这件丝甲属阴寒，你买回去穿上，寒气入体，夜里起夜的次数得翻倍。本来就虚，别折腾自己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找死！大师兄，我买到铁甲稀的粪了。这家店的老板还送了我半桶灵珠酿。你赔我的肥料！雪5000灵石，丝甲包好给我。这个也记你账上。行吧。刚才他躲避剑气时，身上有极寒之气的鞭斗，大人直觉没错，这丫头就是变异冰灵根。不急，在这儿动手容易惹来老怪物，给他下个千机引，等他落单。
你打我干嘛？有蚊子，那种微弱的魔气和落日峰矿洞里的黑水玄蛇如出一辙。魔修的触手比想象中要长。不过这些破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管，别打扰我睡觉就行。5000灵石，太值了。大师兄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出手教训那个周子轩？你明明那么厉害。费体力，体力需要睡觉来补充，这是一个死循环。借口，你就是懒。洗了10几遍澡，那股味道怎么还在？来了，千机营感应很强，这极寒血脉跑不掉，准备收网，动手！这冰灵根怎么一股犀牛粪掺着灵珠尿的味儿？落日峰的周子轩，千机引怎么落在这废物身上？青竹峰那丫头身边有高人护道，我们被耍了！魔修，宗门重地，你们敢？撤！把人带走，扔到清水镇血祭阵眼当养料。抓不到冰灵根，筑基期修士的精血凑数也行。宗门急令，清水镇连日发生多起凡人失踪案。昨夜落日峰内门弟子周子玄亦在镇外失联，已有魔修作祟，着令青竹峰大弟子秦风率门下弟子前往查明真相。3日内若无结果，扣除青竹峰10年灵石分力。清水镇，那不是山脚下那个凡人集镇吗？二师兄，10年灵石分力，我们青竹峰有这种东西吗？以前没有，昨天你不是刚从陈师叔那里要了1万下品灵石吗？执法堂眼线多着呢，钱刚进赵账，任务就派下来了。不去，谁爱查谁查，扣灵石就扣，反正那钱在锦儿口袋里。大师兄，这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精神损失费，凭什么让他们扣？那你去查。风儿，再装死，为师烧了你这破屋子。师尊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，这精准的控制力惹不起。长生，收拾东西，带上你的锄头。锦儿，去后山把2颗灵葱带着，提神。这物有古怪，里面掺了化骨散的成分，凡人吸入过多，不出3日就会气血衰败而亡。土里有稀味，渗得很深，至少死了上百人，血水顺着地下水脉流遍了整个镇子。大师兄，我们从哪儿查起？先吃饭，吃饱了睡一觉，晚上再说。镇子里的人都快死绝了，你还要睡觉？魔修布的是阴阵，子夜时分运转最快，那时候破阵才省力气。凡事讲究个效率。青云宗的蠢货居然真敢来送死！极寒血脉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！二师兄，掩护我！还地！不自量力，在阵法里，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拦住他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个很需要睡眠的人，谁派你们来抓我师妹的？落日峰的内鬼是谁？说出来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。圣教的计划岂是你们这些小卡拉米能懂的？有种就杀了我！长生，这个交给你了。后山灵田不是缺肥料吗？常年吸收阴气，用来沤肥种阴熟之正好。大师兄，活的沤肥发酵慢，得先打碎了。
我说，是落日峰的李长老，是他给我们提供的情报和千灸饮，也是他让我们在清水镇布阵吸收凡人生机，提炼血丹给他延寿。李长老，那个在矿洞里被我讹了3株灵草的老头，难怪当时那么痛快就答应了。捆起来，带回宗门交差。这个男人平时懒散的多说一句话都嫌费劲，但关键时刻总能用最轻描淡写的方式解决最致命的危机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那个阵法？阵法布置得很粗糙，灵气节点偏了3寸，阵眼用的是下品聚阴石，这种破烂玩意儿，狗看了都摇头。3阶锁血化灵阵，狗都不理的破烂。那落日峰李长老的事，我们回去直接禀报执法堂吗？你觉得执法堂会相信我们青竹峰的一面之词，去查办一个实权的执事长老？就算有魔修作证，李长老大可以反咬说我们屈打成招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算计到青竹峰头上，还想全身而退？天下没这种便宜事。林峰，你这是何意？打伤我落日峰弟子，还敢带魔修来我山门前耀武扬威？赵师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周子轩在清水镇被魔修抓去当阵法养料，是我们青竹峰大发慈悲救回来。这魔修交代，他们是受了贵峰某位长老指使，在清水镇布下锁血化灵阵，这事儿太大，我青竹峰担待不起，只好把人证物证原封不动送还落日峰。赵师叔，您自己关起门来慢慢审。血口喷人！峰主，此子居心叵测，分明是挑拨离间。魔修的话岂能当真？这是城隍庙里套印的阵法残图，阵眼处用的是落日峰特有的赤火砂掩盖阴气，这种高阶材料普通弟子可接触不到。赵师叔查查库房账本，自然一清二楚。赤火砂的调用，只有执事长老才有权限。赵师叔，清理门户这种脏活我就代劳了，不用谢。记得把我们青竹峰这次任务的临时奖励结一下，双倍哦。我堂堂金丹后期，竟没看清他是如何用一块石头废掉一个金丹初期的。这个青竹峰大弟子究竟隐藏了多深的实力？好，此事落日峰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青竹峰的奖励，我会派人送去执法堂。回家补觉。青云宗的水比我想象的深得多，而青竹峰这个最破败、最没规矩的山头，藏着一条真正的卧龙。大师兄，你刚才那一手飞石废金丹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教不了，那需要极高的天赋。啊，什么天赋？睡觉睡到自然醒，脑子清醒的天赋。大师兄，后山的雷火藤长势不错，过几天落霞峰和落日峰要是再来找麻烦，能炸他们个满面桃花开。干得好，记得多施点肥。魔修的触手被斩断了一根，但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酝酿。不过那都是睡醒以后的事了。青竹峰弟子听令，执法堂奉命传唤秦风、王长生、苏锦儿，即刻前往刑律殿问话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放肆！竟敢在宗门重地布置杀阵！眼瞎了？宗门哪条规矩写着不许在自家院子里种花种草？二师兄种的雷火藤专防野猪和贼，你们执法堂的人属于哪一种？苏锦儿，少逞口舌之力！李长老一案疑点重重，你们青竹峰脱不了干系。秦风呢？让他滚出来！大师兄在清修，天塌下来也别吵。今天就算闭死关，也得给我出来！
这位师兄，砍门要赔钱的。大师兄那扇门千年紫檀木做的，那明明就是几块烂木板拼的。二师兄跟着大师兄久了，讹人的本事见长。很好，抗拒执法，毁坏法宝，青竹峰这是要造反！吵死了。天行诀，练法刚猛有余，爆血丹后遗症，经脉末端腺炎化，3个月内必成废人。这位脚黑的师兄，你们执法堂办案都不讲证据的。落日峰李长老勾结魔修，刘影石和任正我都交上去了，你们不去审他，跑来我这儿耍威风。李长老已丹田破裂成废人，他一口咬定是你们青竹峰与魔修勾结，栽赃陷害。堂主下令，必须带你们回去对质。有趣，李长老都成废人了，还能编出这种口供。落日峰赵无极想搅浑水。行，对质就对质，不过去之前，咱们先把账算算。我这院里的雷火藤，极西之地的变异品种，一株3000下品灵石，你采爆了一株，得赔。你敲诈敲到执法堂头上了。还有这扇门，千年紫檀木，你那一剑虽没劈中，但剑气下到了门板，导致木质撕松，赔2000灵石，不过分吧？秦风，你真当执法堂是你捏的？你左肋下3蠢，是不是每逢子夜便隐隐作痛？运转灵气时，少阳经有滞涩感，再强行运功，不出3个月，全身瘫痪，成为废人。不过嘛，我刚好知道一个土方子能治。你想要什么？赔钱，5000灵石，少一个子儿，我保证你后半辈子在轮椅上度过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走吧，去看看落日峰能玩什么花样。大师兄，里面可全是元婴金丹级的大佬，你能不能正视点儿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证据在咱们手上。堂主，青竹峰秦风带到。大师兄，你是真的敢啊！大胆秦风，刑律殿上成何体统？赵师叔，你们这地板太凉，站着费体力，有事快说，我赶着回去睡回笼觉。秦风，李长老指控你勾结魔修，在清水镇布下锁血化灵阵，企图谋同门，你可认罪？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一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堂主，凡事讲证据。刘影石里的赤火砂，贵堂查验过了吗？查过了，是落日峰库房流出的赤火砂。那还有什么好审的？他拿自家的材料去外面布阵，被我撞破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撒谎！那赤火砂是你从我这儿偷走的，你早就算计好了。勾结魔修引我去清水镇，再倒打一耙废我修为。堂主，此子心机深沉，绝不可留。这老匹夫颠倒黑白，偷你的赤火砂，李长老，你那库房的阵法几十年前的老古董了吧？我要是真想偷，能把你们落日峰的底库都偷光，还用得着偷几把破沙子？狂妄！堂主，此子残害同门，口出狂言，理应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。秦风，你如何解释你一个炼气期弟子能一击废掉金丹期的李长老？天赋。什么天赋？睡觉的天赋。我吃之一脉，主修精神。我睡了5年，神识强度远超常人。李长老当时气急败坏，灵力逆转，丹田防守空虚。我不过是看准了他经脉的破绽，扔了块石头过去。巧合？你当在座的都是3岁小孩？你为了压制体内虚浮药力，强行将灵气压在巨骨穴。我现在只需一根针插进你天突穴，灵气倒流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经脉尽断。要不要试试？这种洞察力，如果是真的，说不定我这魔气之伤……够了！李长老勾结魔修，证据确凿，废去修为，打入思过崖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落日峰监管不力，罚没3年资源分配。至于青竹峰，揭发有功，赏下品灵石3万。但秦风行事乖张，目无尊长，功过相抵。此外，下月陨星秘境开启，青竹峰必须派人参加，以证实力。若不能获取足够资源，青竹峰的独立风头资格
将被剥夺。陨星秘境，各锋精锐进出的地方，我们就3个人，怎么争？去就去呗，换个地方睡觉而已。对了，堂主，每天子夜时分用至阳之火炙烤神庭穴，能缓解那股阴寒之气。不过治标不治本，少吃点寒性丹药吧。距离陨星秘境开启还有3天。二师兄，秘境里到底有什么？那些封主听到堂主的决定，表情都古怪得很。陨星秘境有上古洞府，还有各种罕见灵草。不过最要命的是里面的空间裂缝和变异妖兽，进去的弟子能活着出来一半就算不错了。1半的死亡率，那我们去岂不是送死？怕什么？有大师兄在。5年前我也去过一次，大师兄找了个山洞睡了半个月，我把山洞外面的地翻了一遍，种了点萝卜，啥事儿没有。这算哪门子探索秘境？这分明是秘境农家乐度假吧？过来。大师兄，你这是炼的什么毒药？想提前把我们毒死吗？这叫神仙岛，黑水玄蛇的毒腺，雷火藤的汁液，加上长生发酵了半个月的灵珠尿混合搓成。灵珠尿发酵半个月？秘境里妖兽多，人也多，打不过的捏碎一颗扔出去，方圆10丈之内筑基期以下直接丧失战斗力，筑基期以上也得恶心半天。防身利器，每人5颗。大小姐的尊严，活下去的命。苏锦儿，你是为了活命。这是玄武符？怎么看都像是个王八。改良版，遇到危险贴身上，能扛住金丹期全力一击。不过副作用是贴上之后1个时辰不能动弹，只能原地挨打。这哪里是玄武符，这分明是活靶子符。苏师妹，秘境里刀剑无眼，希望你们青竹峰这次还能有那么好的运气。管好你自己吧，别到时候又连剑都拿不稳。魔修的案子早已潜伏在队伍之中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极寒血脉。时辰已到，秘境开启。长生，进去之后找个风水好的地方，咱们先睡一觉。好嘞，我带了白菜种子，顺便开块荒。陨星秘境。真烦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不好找。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农家乐之旅。这土不行，火毒太重，种不出水灵的白菜，得加草木灰中和。二师兄，我们是来探宝的，不是来开荒的。你那袋子粪便能不能系紧点？味道全飘过来了。就这儿了，风水宝地。长生，外围翻一圈地，撒点刺藤种子。锦儿，你负责警戒。我先睡个午觉。别人家的队伍现在估计正和妖兽拼命抢灵草，我们青竹峰直接原地扎营睡午觉。大师兄，你就不怕睡着了被妖兽叼走？方圆3里连只活老鼠都没有，这地方地下水脉被硫磺矿阻断，妖兽不喝硫磺水，不会往这边走。你省点力气，别把真气全浪费在握剑上。你的手腕太僵，真遇到偷袭，拔剑的速度会慢1/3息。他明明闭着眼，却把我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。修仙就是与天争命，必须时刻紧绷神经，一刻也不能懈怠。可自从来了青竹峰，大师兄一天睡12个时辰，二师兄一天到晚种地，偏偏这2个人，一个能随手废掉金丹长老，一个能用锄头敲碎3阶妖兽的脑壳。大师兄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山顶见师尊？你说过要等我结丹，可我的冰灵根封印最近越来越不稳了，冰蚕丝甲也快压不住了。见师尊干嘛？老人家脾气大，你这细皮嫩肉的不够他一巴掌拍的。至于你的封印，那是你苏家功法的问题。你们苏家那套风雷引讲究气势如虹，灵气走的是阳窍脉和督脉。你一个变异冰灵根，底子是极寒之水，非要走刚猛的路子，水火不容，
封印能稳才怪。家族功法有问题。风雷影可是苏家传了600年的镇族至宝。那半部大梦通天诀，你练到第几层了？第3层。今晚开始把风雷引停了，只练大梦通天诀，灵气改走阴为脉，过神锹穴，沉入气海。把你的冰灵气当成一滩死水去养，别让它翻起浪花。锦儿，往左走3步，长生，锄头往右偏2寸。左边300步，红树后面藏了3个，心跳偏快，经脉里灵气逆流，练的是血煞功魔修。右边500步，臭水沟里趴着5个人，带头的是陈宇，他们带了脸西服，不过符纸质量太差，朱砂里的灵气漏得像个筛子。青竹峰的废物，警觉性倒是不错，不过今天你们谁也走不掉，极寒血脉，圣教要定了。3个筑基初期的魔修，配合默契，我一个炼气6层，正面硬刚毫无胜算。别慌，魔修的功法图快图狠，唯独不图命长。这3个都是残次品。左边那个右腿断了，他强行用血气封住痛诀，但足少阴肾经已经断了，攻他的左脚脚踝，重心稳不住。中间那个刀疤脸，血气太旺，火毒攻心，别跟他硬碰硬，随便抖走步法溜他最多能挥15刀。15刀后，山中穴会产生半息的停滞。右边那个是左撇子，故意把刀拿在右手，他左边腋下3寸是罩门。装神弄鬼，宰了他们！身体完全放松，任由失重感牵引。第1个14，现在。这3个肥料质量不行，煞气太重，容易烧根。炼气6层，毫发无伤的击败3个筑基初期的魔修。大师兄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别急着喘气，臭水沟里那5位看戏看够了，该出来活动筋骨了。3个筑基初期的魔修，连1炷香都没撑过。那个男人连眼都没睁，就把我们的底细扒得一干二净。苏师妹，好手段，勾结魔修残害同门，今天我就替执法堂清理门户。陈宇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是跟你们那个废掉的李长老学的吗？想抢极寒血脉去领赏就直说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锦儿，我给你的那个布袋里面装的是糖豆吗？捏碎扔出去，然后闭嘴闭气。去死吧！第1阶毒丈符就这。这东西真的合法吗？这叫神仙岛，纯天然，不污染，就是有点费鼻子。陈师弟，你的落霞剑法越练越回去了。刚才那招火网天罗剑气分散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少说风凉话！我乃炼气7层巅峰，半步筑基。你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胜之不武。半步筑基，你的炼气7层靠吃赤阳丹硬堆上去的吧？赤阳丹性烈，你急于求成，没有炼化丹毒，全沉积在肝脏。每次真气经过7门穴，都有半息停滞。你的灵气虚浮的像个燥气的皮球。他怎么知道我偷吃了3颗赤阳丹的事？境界高有什么用？根基烂得像豆腐渣。我师弟一个天天种地的炼气期，一把锤头都能把你们这些所谓的半步筑基当土坷垃一样敲碎。大师兄，那我呢？我的境界也是虚的吗？你比他强点，苏家底子厚，给你吃的药质量好些，但你太依赖外物。这件冰蚕丝甲帮你压制了冰灵气，也阻断了你对自身灵气的感知。你像个温室里的花朵，遇到真正的风暴，花瓣掉得比谁都快。二师兄，你拿他们的储物袋干嘛？精神损失费，他们打扰了大师兄睡觉，还弄脏了我的地，拿点零食赔偿，合情合理。
哟，这不是青竹峰的苏大小姐吗？你们那个整天睡觉的大师兄，居然舍得带你们走到这儿，我还以为你们在入口处就喂了妖兽呢。柳师姐，你的罗盘坏了，这门上刻的是上古五行颠倒迷踪阵，你用寻龙尺测阵眼，测出来的全是反的。你再让师弟往那个死门里灌灵气，这门不仅打不开，还会炸。胡说八道！我丹顶峰的阵法造诣，岂是你一个练气期的废物能懂的？李师兄，你的剑意藏得不错，可惜你练的那套枯木剑元走的是绝情断玉的路子，你心里还惦记着凡俗界的那个小寡妇，剑心不纯，强行拔剑必遭反噬。大师兄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们是来寻宝的，不是来拉仇恨的。我只是陈述事实，他们挡着门了，不把门打开，我们怎么进去找地方睡觉？长生，那块石头底下的土质看着不错，去松松土。站住！这遗迹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轮不到你们青竹峰捣乱。让开，挡着我翻地了。让他去，我倒要看看一个只会种地的村夫怎么破上古大阵。等阵法反噬把他炸成肉泥，你们青竹峰可别来哭丧。这锄头有一丝极度内敛的吐息法则波动。神幡。困扰了我们2个时辰，耗费数十张破阵符的上古大阵，就这么被一锄头挖开了。阵法这东西，说白了就是把天地灵气按特定路线埋在土里。路线再复杂，也得有根。把根挖断了，阵自然就散了。早点进去，早点找个干燥的山洞躺下。外面风吹得我头疼。那是上古化神期修士留下的造化炉。4阶妖兽等同金丹初期，他感知到了苏锦儿体内被封印的极寒血脉，吞噬它就能进化到5阶。到此为止了吗？别乱动真气。实现怪的力量源泉来自喉部的云梦天蚕丝无比坚韧，玉液体膨胀，枕头卡住风眼，灵气逆流。长生，收好，这玩意儿磨成粉，掺在肥料里，能种出4阶灵药。好的，大师兄。刚买的5000灵石就这么报废了。锦儿，记账上，出去以后从你的份里扣。原来这就是青竹峰，在这个人面前，所有的常识、境界、功法都是可以被随意解借的玩具。大师兄，我以后只练大梦通天诀，你让我走哪条经脉，我就走哪条。随便你。现在，把那些丹顶峰和剑筑峰的人赶出去，我要在这个高台上睡一觉。这里地热烤着后背，挺舒服的。青竹峰包场了，不想变成肥料的，自己滚吧。温度刚刚好。修仙界哪有把上古遗迹当炕头睡的？二师兄，这玉板缝连根针都插不进去，你种什么啊？火绒草，这地方地火旺，长得快。回头收了，给大师兄做个新枕头。天蚕丝太贵，咱们青竹峰用不起。大梦通天诀，过神窍，沉气海。别去压，把丝甲的阵纹关了。你越压，它反弹的越狠，让它动。大师兄，
死不了。那团火是青莲地心火的残焰，留了几千年，早没了爆绿之气。锦儿的底子是冰，冰极生火，用地心火中和它的极寒，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丹药管用100倍。青竹峰的太拖大，凤之游戏阵。我的种子！柳如烟，你找死！大半夜的，把暖气开这么大干什么？丹顶峰的引火阵改得乱七八糟，坎位放火旗，离位放水旗。你是嫌这火炸得不够快吗？少废话，这青莲地心火，我丹顶峰要定了。炼气7层，就这么突破了。大师兄，谢谢。别谢我，去把你二师兄的种子钱要回来。3粒火绒草，算他300灵石，少一个子儿，把他衣服扒了抵债。苏锦儿，你敢动我，丹顶峰不会放过你的。300灵石，大师兄说的，滚！枯木逢春，死中求活。退下！我只要炉子里那颗忘情丹，拿到丹，我立刻走，不伤人。大师兄在睡觉，炉子归青竹峰了，里面是丹药还是炉灰，都跟你没关系。那就得罪了。退2步，剑尖朝下，点地。枯木剑诀，讲究一个枯字，把自己生机压制到极限，换取瞬间爆发。但这套剑法有个致命缺陷，枯得太久，容易烂在泥里。他下一招是落木萧萧，漫天剑影都是虚的，真身在右侧3尺。你不用管那些剑影，直接用冰灵气封他右脚涌泉穴。右侧3尺，涌泉穴。你输了。李师兄，你执念太深了。我只求忘情丹，斩断尘缘，方能剑道大成。放屁！修仙修的是长生，不是修成一块石头。你天天想着那个小寡妇，觉得那是你的劫，你以为吃颗药把她忘了，你的剑法就能突破了？你连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都没有，还练什么剑？枯木逢春，重点在春，不在枯。你把生机全掐断了，那叫朽木，不叫枯木。直面内心。多谢秦师兄指点，李铁受教了。大师兄几句话，不仅化解了危机，还让一个剑道天才临阵突破，这等手段，比直接杀人还恐怖。出丹了！大师兄，这炉子里没丹。这是什么？说好的忘情丹呢？上古土系灵髓，这炉子当年炼的根本不是丹，而是在温养这块灵髓。几千年下来，杂质被地火烤干了，剩下的全是精华。长生，拿去。这玩意儿磨碎了掺土里，能把咱们青竹峰后山那块烂地改成极品灵田，以后种出来的白菜，连元婴期吃了都得说好。谢谢大师兄。上古遗迹最珍贵的宝物，唯一的用途是拿去种白菜。往里走走，找个没风的地方。我刚才没睡好，得补个觉。这灵气怎么又腥又甜，好奇怪的味道。习惯就好。大师兄说了，这种灵气浓度最适合睡觉。才3秒钟就睡着了。这块土质不错，够松软，适合挖坑。我是不是加入了一个种田门派？
血？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外面启动了覆盖整个秘境的阵法，血祭大阵，手笔不小。血祭大阵，那其他人？结阵，捆杀他们！青云宗的杂碎们，享受这场血雨的洗礼吧！变异冰灵根，圣教找你找得好苦啊！有了你的精血做阵眼，这陨星秘境里的上古传承就全归圣教所有了。二师兄，长生，别动。一个炼气期的废物，也敢在这儿装神弄鬼！先把你抽干了，点天灯！吃之一脉，大梦3000。我动不了，身体完全不听使唤。大师兄到底做了什么？这是什么幻术？我的金丹呢？我的修为呢？这不是幻术，这是我的梦。在我的梦里，规则由我来定。我说你们是种地的，你们就只能种地。老夫不信！去炼气去！割麦子，割不完10亩地，谁也别想醒过来。割不完，根本割不完！大师兄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被大师兄拉进梦里干活去了。上次有几个魔修摸上青竹峰，在梦里挑了半个月的粪，醒来后直接疯了，见着粪坑就往里跳。杀人诛心？不对，这比杀人诛心还恐怖。不靠灵力对轰，直接在精神层面上抹除认知，重塑规则，这种手段，别说金丹期，元婴期来了，也得乖乖去梦里种地吧。那他们现在怎么办？带回去。后山那片灵田刚撒了上古灵髓，正缺翻地的人手，这些现成的劳力不用白不用。这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青竹峰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地方？我引以为傲的变异冰灵根，在这些离谱的手段面前，真的连种白菜都不如。行了，别看了，等大师兄睡醒，咱们就出秘境。这次收获不错，回去能吃顿好的。跟着这2个人混，这修仙界好像也没那么危险，只要别打扰大师兄睡觉就行。什么味儿啊？铁甲吸的。秘境盘点，按风头顺序成交收获。往年的高阶宝物，今年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割麦子，割麦子，翻地，翻地。8个魔修，领头那个金丹巅峰。荒谬！青竹峰3个人，2个炼气期，1个底线不明，怎么可能活捉金丹巅峰的魔修？这定是找来冒充的散修，企图蒙混过关。赵师叔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亲自下来搜魂。这些魔修的功法路数，你们执法堂暗篆里都有记录。冒充，你给我找8个愿意主动废去修为，跑来青云宗装疯卖傻的金丹散修看看，
血煞门余孽在秘境中布下了血祭大阵，青竹峰不仅破了阵，还生擒了布阵之人。此次秘境首功，当属青竹峰。堂主，手工不手工的无所谓，这8个人我们青竹峰能带回去吗？后山那片地刚撒了零嘴，正缺翻地的劳力。他们虽然傻了点，但干活挺卖力的。金丹期魔修当苦力，青云宗建宗1000年，还没出过这么离谱的身形。按宗门规矩，魔修需交由执法堂审问处决。交就交吧，长生，把绳子解了，回去你自己多翻2亩地。唉。临春苏家苏长林，见过青云宗各位道友。苏道友不在临川纳福，来我青云宗作甚？锦儿，你太胡闹了！家族送你来青云宗，是让你借宗门底蕴突破筑基，你倒好，拜入这么个破败山头。今日我便带你回家族，由老祖亲自教导。三叔，我在青竹峰挺好的，我不回去。来！你体内的风雷之力呢？你改修了别的功法？风雷影不适合我，强行修炼只会让我经脉寸断。我现在修的功法比风雷影好100倍。胡说八道！家族600年的传承，岂是你一个黄毛丫头能质疑的？定是这青竹峰的废物蛊惑了你，废你根基，断我苏家希望。今日我非拆了这青竹峰不可！这套风雷功法表面威风凛凛，实则千疮百孔。苏前辈，你拆青竹峰之前，能不能先摸摸你左侧肋下第3根骨头？每逢阴雨天，那里多半有针扎一样的疼吧？你强练风雷引第7层雷动9天，走火入魔过1次，对吧？你用强悍的修为把反噬压了下去，但雷毒已经渗入了骨髓。你现在每次动用全力，雷毒就会往心脉靠近1分，再动2次手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不可能，这等隐秘连老祖都不知晓。这个练气期的小子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妖言惑众！长生，退后。我金丹后期的寒怒一击，就这么被一张破符纸吃了。改良版玄武符，专治各种花里胡哨的能量攻击。不过这玩意儿有个副作用，它吃饱了得吐。一个练气期的弟子，用一张随手画的破符，秒杀了一个金丹后期的世家名骨。修仙修的是顺应天道，不是跟自己过不去。锦儿是冰灵根，你们非逼她练风雷，那叫南辕北辙。这丫头现在归青竹峰管，她的功法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服，回去把你们家老祖叫来。不过来之前记得带够赔偿金，我们青竹峰的门槛踩坏了很贵的。走吧，回风。这破会开得我困死了。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彻底颠覆了我对修仙的认知。灵髓得赶紧埋下去，雷火藤也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了。这股魔气和清水镇的血祭大阵同出一源，真烦，连个安稳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躲在暗处搞事的老鼠，得揪出来掐死。
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继续安心睡大觉。二师兄，你真打算让他们在这干一辈子？大师兄说了，劳动改造能净化心灵，他们以前造了太多杀孽，多种点灵书也算积德。再说了，这几个人耐力好，不用吃饭，喝点山葵水就能干一天，比买来的铁甲烯划算多了。青竹峰的算账方式总是这么清丽脱俗。锦儿，过来。你的大梦通天诀练到第3层了，感觉如何？经脉很顺畅，冰灵气不再狂躁，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，爆发力不如以前练风雷引的时候。别总想着爆发，大梦通天诀的和是同化。啊，同化？对，把你的冰灵气散入周围环境中，试着把这杯茶冻住，记住，用意去引导。灵气消耗连平时的1/10都不到，但效果反而更好了。这叫润物细无声。遇到敌人也一样，你把寒气散在空气里，等它吸进肺里，经脉冻僵了，你再拔剑，省时省力。这种打法完全颠覆名门正派大开大合的剑道理念，阴损但极度实用。大师兄，你今天起这么早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有老鼠在家里打洞，吵得我睡不着。长生，带上你的锄头。锦儿，你也来，咱们去后山禁地逛逛。这就是禁地入口。小心，这雷网威力巨大。哎呀，这地方还挺热闹的嘛。这些阵法号称能绞杀元婴期修士，大师兄连破阵法门都没用，就这么走过去了。能穿过9宫八卦阵走到这里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可惜，你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太上长老枯木真人，300年前必死关冲击化神期失败后，为了活命，转修魔道功法血煞真经，在禁地里偷偷培育适龄魔胎。清水镇的血祭大阵，秘境里的魔修，都是你的手笔吧？你一个练气期的小辈，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这人睡觉轻，动静大点就容易醒。你这玩意儿每天子夜时分抽取灵气，搞得整个宗门的地脉都在震，吵死了。庶子狂妄！既然知道了老夫的秘密，那就留下来给魔胎当养料吧。长生，退下。断。你这血煞真经练得太糙了，魔气讲究侵蚀和渗透，你非要把它当成物理攻击来砸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个想睡个好觉的普通人，你这魔胎留着是个祸害，我替你处理了。吃之一脉，梦碎。一脚踩碎魔道至宝，一句话废掉元婴期太上长老。这就是青竹峰的大师兄，这就是那个整天只知道睡觉的男人。大师兄，这个老头也带回去种地吗？他太老了，干不动农活，浪费粮食。扔到执法堂大门口去，让铁面真君自己头疼去吧。麻烦解决完了，回风睡觉。这枯
枯木太上长老，破坏宗门地脉，吵人睡觉，已废，青竹风流。一条潜伏数百年的魔修暗线被连根拔起，宗门震动，而风暴中心的青竹峰小师妹，今天吃白菜炖豆腐。那几个魔修干活真利索，特别是那金丹期老头，翻地比我还深，上古灵素的肥力全给激发出来了。二师兄，你天天种地，修为到底到了什么境界？我怎么一点都看不透你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境界。大师兄说，修仙就是顺应自然，春种秋收，万物生长。我把地种好了，灵气自然就来了。青竹峰的修炼方式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长生说的对，也不全对。修仙界现在的风气太浮躁了，所有人都在追求境界提升，把经脉当容器，拼命往里塞灵气，塞满了就突破，塞爆了就走火入魔。你们看那些名门正派的长老、峰主，顶着金丹、元婴的名头，真打起来破绽百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境界是虚的，靠丹药、靠资源堆出来的，他们失去了对灵气最本质的感知。锦儿，你以前在苏家，是不是以变异冰灵根自傲？天赋这东西就是个工具，好比长生手里的锄头，给你一把金锄头，你不会用，照样挖不出一块好地。长生用一把破铁锄，能敲碎3阶妖兽的脑袋，这就是差距。大师兄，那我接下来的修炼方向是什么？这是大梦通天诀中卷，你现在的任务，忘掉你是冰灵根这件事，把你的极寒之力揉碎了，化进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个动作里，做到手中无剑，万物皆冰。什么时候你能把长生种的白菜冻住，还不伤到白菜的生机，你就算入门了。冻住却不伤生机，这要求极其矛盾，但我明白了，这才是对灵气最入微的掌控。弟子明白。长生在呢，大师兄。后山那8个魔修，别光让他们翻地，教他们编竹筐。编得不好的，晚上不给水喝。咱们青竹峰灵书产量大，得有包装才能卖上好价钱。宗门欠咱的临死，得从这些地方找补回来。好主意，那金丹期老头手指灵活，编竹筐肯定快。李铁，求见秦师兄。进来吧，门没锁。秦师兄点拨之恩，李铁没齿难忘。你来找我，多半是遇到了新的瓶颈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秦师兄慧眼如炬，我虽然破了心魔，剑意新生，但宗门大比在即，我总觉得我的剑还不够快。这等控制力已是筑基期的极致。你的剑当然不快，你太在意剑本身了。你把生机融入剑意，这没错，但出剑时你依然拘泥于招式，心里想着这一剑怎么刺，怎么挡。念头一起，速度自然就慢了。看到那只苍蝇了吗？去把它劈下来，别伤到翅膀。慢了半息，你出剑前眼睛先看了苍蝇，脑子计算了飞行轨迹，然后才调动真气出剑，这叫后发制人。
真正的快，是意在见先。闭上眼，别用眼睛去看，用你对周围环境的感知。当苍蝇进入你感知范围的那一刻，你的剑就已经到了，这叫望剑。我懂了，忘却招式，顺应直觉。多谢师兄。懂了就回去练，别在这儿打扰我睡觉，顺便帮我把门带上。大师兄，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啊？怎么什么都懂？我没修为，我只是个喜欢睡觉的闲人。这修仙界太吵了，不把他们安排明白，我怎么睡得安稳？风波暂息，但只要不吵到青竹峰的人睡觉，这一切都不重要。今天每人100个，完不成的，晚上只能喝井水。在秦风的梦境法则下，这些曾经嗜血的魔修已将边框翻地视为生命的全部意义。草叶表面未结霜，内部水分却已完全凝固。润物无声。长生，把板车拉过来。今天宗门大毕，内务堂催了3次了，说青竹峰再不去抽签，就按弃权处理，扣明年的临时份例。来了，大师兄。走吧，锦儿，去抽个签，抽完咱们早点回来吃午饭。大师兄，宗门大比各峰都是峰主带队，御剑飞行，声势浩大，咱们就推个板车去。这要是被临川苏家的熟人看见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御剑费真气，走路费鞋，板车有轮子，省力。你要是觉得丢人，可以在脸上蒙块布。那就是青竹峰的大师兄，怎么跟个摊子一样让人拉着？嘘，小声点。听说落霞峰的陈宇师兄在秘境里被他们用粪水泼了，回来洗了半个月的澡。不是吧？现在闻见肉味还吐呢。对青竹峰内部服气，那是被大师兄的实力打服的，但你们这群普通弟子还没资格对我指指点点。青竹峰，苏锦儿。青竹峰苏锦儿，抽吧。落霞峰赵岩3号擂台第1场。锦儿，
那个刘长老摇签筒的时候，大拇指按住了签筒的阵纹。你抽的那根签上涂了一层极薄的磁粉。你手上的冰蚕丝甲带有微弱的灵力磁场，手一伸进去，那根签自己就贴过来了。暗箱操作，他们图什么？图你死。那个叫赵岩的根本不是落霞峰的弟子，他体内灵气走的是任脉，过啾啾、巨阙汇聚于中纲，这叫焚天诀，西域火修的独门功法。火克冰，这人是专门找来对付你的外援。大师兄，我去把那个姓刘的摊子砸了。砸什么砸？砸坏了还得赔钱。苏长林上次被我打回去，苏家肯定不甘心。这赵岩8成是苏家花钱请来的，挂了落霞峰的名头，他们想在擂台上名正言顺地废了你的冰灵根，再把你带回家族。为了逼我回去，连这种下作手段都用上了。怕了？笑话，一个玩火的西域散修，也配让我怕？大师兄，你教我的东西，今天正好拿它练练手。去吧，记住，别拔剑，拔剑算你输。明白。大师兄，小师妹不拔剑能打赢吗？火克冰这是常识啊。常识就是用来打破的，水还能灭火呢。看戏吧。那红薯分我一半，没吃早饭，饿了。临川苏家的小丫头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待会儿我会把你全身经脉烧断。你若现在认输，跟我走，还能少受点皮肉之苦。聒噪！焚天诀第一式，烈火燎原。把你的极寒之力揉碎了，化进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个动作里。没有灵气碰撞的波动，这火是怎么灭的？有点门道，再接我一招！好烫，这火毒太恐怖了！啊！你用了什么妖法？这不是妖法，这叫环境同化。你一直在加热这个擂台，而我只是在给它降温。他连剑都没拔，那个半步出击的火修，把自己给冻上了。赵岩竟然输了！我收了苏家的银子，保证废掉苏锦儿，现在怎么交差？大难苏锦儿，宗门大弊，点到为止！你竟敢使用歹毒妖法暗算同门，致人重伤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，交由执法堂问罪。暗箱操作不成，改明抢了吗？长生，把车推过去。是，师兄。动得挺结实。锦儿，火候掌握的不错。林峰，你敢阻挠内务堂办案，真以为你们青竹峰可以在青云宗一手遮天了？刘长老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第一，擂台比斗，生死各安天命。赵岩自己功法练差了，火毒反噬把自己冻上了，关我师妹什么事？第二，赵岩根本不是落霞峰的人，他腰带里缝着西域火魔宗的令牌，你把魔宗的人弄进宗门大比，这算不算通敌？赵岩的身份极其隐秘，
他是怎么知道腰带里有令牌的？一派胡言，血口喷人！把他们2个一起拿下！最烦这种不讲理还喜欢大呼小叫的人。秦风，你干什么？快把阵法解开！一脚踢腻了宗门演武场的百年大阵，这是什么阵法造诣？刘长老，咱们来讲道理。你收了临川苏家3万下品灵石，外加1瓶玉骨丹。灵石你存在了饮水镇的地下钱庄，玉骨丹你昨晚刚吃了1颗，药力现在还淤积在你的足天胆经里。你今天早上起床，是不是觉得右腿发麻，连走路都有些跛？他怎么知道？我以为是受了风寒。苏家让你安排赵岩对阵我师妹，目的是废了他的冰灵根。赵岩修炼的焚天诀需要用活人的心血来压制火毒，他身上背着至少10几条凡人的人命。你身为内务堂长老，把这种人放进宗门，是为了给你们内务堂年底的业绩冲销量吗？通长老暗箱操作，还引入魔修，这刘长老吃了豹子胆了。这几顶帽子扣下来，他就算有9条命，也不够直树砍的。你没有证据，这是诬陷！西域火魔宗的标志。参见宗主。宗主，你这宗门管理的不行啊！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。查过此人的卷宗，在青竹峰睡了整整5年，却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底牌。刘长老收受贿赂，勾结外人，罢免长老之职，交执法堂严办。苏锦儿应对得当，此战胜出。秦风，你维护宗门规矩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赏赐就算了，把账结一下就行。第一，我师妹被你们内务堂坑了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精神损失费2万下品灵石。第二，我本来在睡觉，被你们吵醒了，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质量，误工费1万下品灵石。第三，这个赵岩是火魔宗的人，我青竹峰替宗门清理了潜伏的魔修，这算外包业务，劳务费1万下品灵石，加起来一共4万，抹个零，给5万吧。4万抹个零，不是应该变少吗？怎么变成5万了？这算盘珠子都崩宗主脸上了吧？好，5万灵石从内务堂的账上拨给青竹峰，用5万灵石安抚住这个深不可测的怪物，这笔买卖划算。宗主大气，以后还有这种清理垃圾的活儿，可以直接派发给青竹峰，我们收费合理，童叟无欺。长生，推车，回峰吃饭。
我彻底明白了，在修仙界，规矩是给弱者定的。当你拥有了看透一切的洞察力和随手打破规则的实力时，你就是规矩本身。临川苏家的那些条条框框，跟青竹峰的做派比起来，简直可笑至极。大师兄，今天中午吃什么？让那几个魔修去后山抓2只灵鸡，炖个蘑菇，多放点盐。好嘞，那个金丹老头抓鸡是一把好手，跑得比鸡还快。